小姐，看着你面很熟啊。他是，我是警察，是后娘们儿，你他妈阴我！3天前的行动不公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如果你执意要破坏这次交易的话，下次我向你开枪，你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现在专案组知道了，也在往这儿赶呢。你先隐蔽好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跟这种人做生意，我恐怕你活不到成交的那一天。你的定金得给我留下。你还不明白你自己惹的是什么人吧？大不了一起鱼死网破。跟哪波？你跟老关他们。公安再不人道，也不至于派个孕妇来跟踪吧？我留来等市局的增援。哎，周群。谁想到你也在这儿？你他妈也没想到要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？你混蛋！你是不是嫌我活得太长了？三哥，关队长，你今天来的目的，让我不能不怀疑。您小心，上去！三哥，别走！孟仲谋和那2个替死鬼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儿，所以越快交易，就越能让我们提早的离开这个是非。李飞已经成功打入孟仲谋集团的内部，并且正通过一些手段促成孟仲谋和新宇的交易，只是现在还无从得知他们所在的位置。我前面有2、3辆车，都是金山的人，他们跟着一辆丰田越野车，里面坐的应该是这批军火的买家。我后面跟着叶方舟，叶方舟后面跟着咱们的刘副队长。叶方舟为什么要跟着你啊？叶方舟关心这批武器，肯定有他的原因，不是源头就是出口。那是周巡吧？他怎么会在这？这个简单，直接问他就好了。喂，我今天买东西的时候看见你了。河西口配件，他们已经是瓮中捉鳖了。操！给我干！上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金山抢救呢。我的枪炸膛了。专案小组已经遭到了渗透。渗透。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支队了？哎，佳音提到的那个情报前科，黑白两道都很关注。我从季节的通讯录里查到一个长春的座机电话。哎，老板，乔森在吗？我想季节背后的买家不出意外啊，就是他提供的。找到乔森了？他不在佳音说的那个地点。酒馆的老板说要找乔森，得去后三家子。躲开！躲开！乔森到底在不在后三家子？他就不在，你能咋的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有人吗？乔森，他多长时间没来了？这有个哥们礼拜了吧？我要是再晚来点儿，您就冻成冰雕了。哎呀，关先生出去了，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儿了。后三家子。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不能凭空就消失了吧？自打他干刑警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去长春，除非有什么相好的陪着他去。不可能，我查过他的房间，只有他一个人入住。他人呢？黄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陷害你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打火机？是平阳馆的一次性打火机。平阳馆，好一家。我就是来找乔森的。你前2天在哪儿看见乔森来着？啊，就是那个红街那边。等咱搭上车就踏实了。是吗？你先回酒店歇着。刘长勇不是来了吗？我去会会他。哟，走。这要这么喝下去啊，压在柜上的钱恐怕就不够了。找着好哥了？他手下人说，3、4天前在红旗街那边见过乔森。红旗街？红旗街那边老乱了，老乔上那儿干啥去了？甭管他乱不乱的，好歹没一竿子给我支到后三家子。不是那小子吧，忒不讲究，
你这人话也不会好好说啊！还有那天有好几个，那都是背了案子的，你看他那做派，那就跟公安似的。你这好几个都要偷家伙呀！我把他打发走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是救他了。再说了，他后来吧，他这不来了吗？老刘啊，你这大老远的跟着我跑到这儿，不会就是为了跟这老哥一块耍我吧？你甭跟我扣帽子啊！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借蒋学的机会来这查乔森，为什么不直说？直说，然后让你大刀阔斧的带人过来，还有人敢真的开口吗？不好说，但至少比你去后三家的那么远。你呀，还是不相信支队。我那是不相信你。哎，你们二位真是公安呢？老板，来壶酒。哎，乔森这条线索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林佳音在殉职之前跟我提到过这个消息，你呢？我是顺着季杰手机上的来电显示号码查过来的。看来咱们都是查的这个小酒馆以后就断了线索。不，我去过他家，去过银行，还去过一家高级会所，以及洗浴度假村，而且我的线索没断。有人在红旗街见过乔森，我查到了一些线索。关队啊，是否感兴趣去一趟呢？麻药有效果了，你们俩看紧他，有什么意外情况，马上到外面叫我。你的病人运气还不错，好多送到我这儿来的人都不如他。坐，你毕竟在救他们。如果说给他们打上一针70毫升的吗啡也算救的话，也算是。虽然我说不好你这么做是不是在救他们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也许确实是他们心里想要的。你们为什么找他？一开始想找他了解一点事儿，现在来看，没必要了，就是想去看看他。你说这么一个大活人，不能说没就没了吧？你们是公安，没错吧？这是我的证件，过去呢可以核实一下。
你们看他，也不会让他变得更好。也许吧，你应该能理解啊。这人有时候吧，明明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，可是心里啊，总还是在想去做些什么。跟我来吧。他的眼睛，不光眼睛，连耳膜和舌头都。这一路上，他全凭着自己的直觉摸到我这里来。这简直就是个奇迹！不是说在东北，没人能把他……是啊，不管谁干的，不过他们确实没有伤害他的性命。时间正好，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一下，还能赶上最后一趟去京港的飞机。关键留队，车已经在门口了，咱们走吧。走，你们走吧。那好，先走了啊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帮我跟大哥解释一下。长春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会查到这一步，但请大哥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补救，挽回局面。你帮我转告大哥，这次不管搞出多大动静来，我都会自己收拾干净的。别他妈跟我提这个，要不是他那套无厘头的执念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我告诉你，姓关的他必须死，怎么死不是死啊？行了，事后我自己跟大哥说。等下了高速，关老师，你想去哪儿？我送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支队的顾问了，你用警车来接我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关老师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刘队了呢。说到你父亲，我这次在长春终于能有机会跟他坐下来好好聊聊了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不希望你干刑警，或者说一线刑警，是因为刑侦工作非常的危险，尤其是外勤这一块。可是，天下的父母其实都一样，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是一回事儿，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女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。也许刘长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，但那毕竟是你的亲爹，是这个世间最牵挂你的那个人。这是他和您说的吗？对，从小酒铺子到机场的快餐厅，我们没少聊。你们居然还能在酒铺聊，他酒量很差的，您不会是把他搀回去的吧？他没怎么喝，我又从来不喝酒，就是聊聊。你知道的，我一喝酒就出洋相，所以戒了。那你有机会也劝劝他，把酒也戒了吧。喂，电子巡逻图显示你的车在机场高速。我让小陈去接老刘了，那么你接的就应该是老关吧？如果他在你边上，让他接个电话。关老师，周队找您。喂。哎，我说老关啊，电话都不接了，啊？你这是就坡下驴啊？怎么着，真打算不干了？现在找我什么事儿？金山的案子已经结了，咱们的戏也该收场了。赶紧回来恢复顾问的身份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去长春有什么收获？分享分享呗。等见了面再说吧。也行，那我让小周直接把你送队里来。我还要去支队附近办个事儿，等办完了直接去找你吧。哎呦，那你得抓紧啊，天快黑了。什么意思？嗨。老刘好不容易能回来替我值个夜班，我可以回家睡个囫囵觉。反正你快点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先走了，一会儿回支队。好。
说，那批钱是以前3个社的一批大买卖，但天上车祸的人给3个订回过，这批货不能往井盖卖。3个后来赶过来，也是为了让着我做这批货。知道当初把这批武器出给孟周魔的卖家是谁吗？不知道，喝酒的时候好像听3个念叨过几句。卖家是井盖的，好像是个警察。大家好，每天聊点育儿经，更新您的育儿观，解惑您的教育误区，用智慧成就幸福家庭。我是周正周老师，每天。喂，我不知道。周巡急着见我倒不是问题，但我觉得他的口气有异样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咱们赶紧交接吧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就穿第4套衣服。哦，对了，行李我放在小周车上了，你记得赶紧拿。手机等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，你赶紧换衣服啊。走。关队，如果你们兄弟的身份要是曝光的话，我得提前告诉你，我做刑事辩护的收费可不低。如果真到了那个程度，我相信你有很多辩护以外的手段帮助我。我先拿这话当好话听，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去长春调查的结果，你大概都了解了吧？和我有关吗？简单点说，随着调查渐渐的深入，叶方舟可能还有他身后的势力，一定有所察觉。事情到了这个局面，所有涉事的人员其实都存在人身安全隐患，我需要你的协助。新城前一段时间被抽调去保护的那个卧底探员，身手好像挺不错的。听说当初是你半个徒弟。他在剿灭金山犯罪团伙的时候牺牲了。我知道，别误会。我只是觉得他要是还活着，不是更适合协助你吗？阿斌，我是在求你帮助我。好吧，说来听听。放心吧，我尽力而为。那就多谢了。如果目标出现危险，你会？我会尽力斡旋，把情况化解。那万一不能和平解决呢？无论和平与否，我都会解决的。这么说，你该放心了吧？韩斌，你是罪犯吗？关队，你还是警察吗？
彤彤，找我有事儿？您出差这么辛苦，回来还要值班，就不能和周队换一下吗？哎，也不能这么说嘛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这周队啊，也是不分白天黑夜的，轮轴转嘛。来，给你买的。给我买的。谢谢啊。您知道吗？周队也许要恢复关老师的顾问身份了。啊，你还希望给关老师做助理啊？这个我可说的不算，我得听领导的安排。哎，你这口气，怎么这么像我说话嘞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看用这种方式来教训我，对吧？哎呀，是啊，这种口气说话呀，确实招人烦呐。这过去的事儿吧，我既谈不上了解，更不能理解。也许婚姻关系中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，过去的就该过去了。后来，我只是嫌弃你作为一个支队领导的做派。但就像关老师说的，人无完人，是吗？我来支队，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认可，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。我不喜欢您的工作方式，但也不应该这样对你。讨厌我这种做派的人啊，也不止你一个，我以后一定要注意。毕竟10多年了嘛。哎，彤彤，以后碰到我还是这种口气的话，提醒我一下，啊，要想让我一下改啊，也不现实。但是啊，跟自己的孩子说话还打着官腔，真是啊，蠢到家了。哎，彤彤，今后在支队，不管你在哪个部门，是组织安排也好，还是你自由选择也罢，我呢都义无反顾的尊重你的选择。你长大了，爸爸相信你有能耐规划好自己的一切。啊。爸，谢谢您，要注意身体。奶茶要记得趁热喝哦。小周，哎，周队，关老师回来了吗？啊，我正找他呢。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他好像刚才和我说一会儿会来队里找您。刘队看见了吗？哦，他应该回办公室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把213那个物证调出来，一会儿我要看。嗯。哎，周，王哥，周队让我调一下7173号物证。吴征家灭门案。嗯。啊，周队老调这个，怎么又要
翻过来查了吗？上意难测呗。来，弄个记录。谢谢王哥。叶哥，怎么样了？妈的，还不来人？还不来？大哥，他说那个，别他妈管大哥了，我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就差这一下了。哎，终于来了。哎，老关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周巡，我哪敢呢？再说了，我行李还在小周车上呢。哎，等一下，咱就别回去了。我刚跟老刘置了一肚子气，咱哥俩溜达溜达去。啊？走。叶哥，你疯了？那可是周巡啊，这可是公安局门口，你不在这儿开枪，大哥要是知道，是再也不会把我们兜着的。也就是说，这回你去长春，算是彻底坐实了叶方舟的嫌疑。那你觉着，如果把姓叶的小子能够抓住，当然，最好连同他身后的什么人一起拎出来，对你弟的案子会不会有帮助啊？当然有。在王志国袭击支队并销毁案卷的后续调查中，你干掉了那个以化名冒充目击证人的安婷。安婷与金山倒卖的军火有关，而那批军火的来源又有叶方舟的事儿。虽然这些看上去并不是很明显的证据链，但其中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。等等，就算叶方舟倒卖军火、倒卖赃物，甚至手上可能还有人命，他和安婷相识也没错。但安婷为吴征的灭门惨案做了伪证，以及和王志革袭击支队的事儿有关联，这并不能代表关宏宇就一定是清白的，更不能代表叶方舟就是陷害他的主谋。是，希望抓到他们以后，一切就都能真相大白了。反正我是相信我弟弟是被冤枉的。你当然要这么相信才对，但很可惜，我不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我知道，高亚楠相信你，而且在案发之前，你们就已经和好了。当然，还有你哥，他冒了这么大险，和你共享同一身份。对，你们俩才敢耍了我这么久。怎么着？这么久还不扑过来？是因为在支队门口不敢动手，
还是上次被我打怕了。周迅，你是不是想抓我弟想疯了？关宏宇，别再隐瞒了。上次在水房里拿枪指着我，还记得跟我说了什么吗？没想到你也在这儿。你他妈也没想到要让我拿枪指着这一天吧？我再给你提个醒儿，上次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事情，你也应该知道吧？千万别乱动啊！我这枪一走火，不定打到谁身上。百密一疏啊！你们哥俩在我眼皮子底下养了这么久的双簧，却因为这一点点小的失误，在水房那次，你并不是第一次拿枪指着我。当然，你以为是，这也没错，因为上一次是你哥。想什么呢？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，既然决定不让你参与这次抓捕了，周迅为什么还要把我哥透露出的配件厂的地址告诉你呢？原来你要找我哥，聊的就是这事儿。你一直对能抓到我，真是有执念。事已至此，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。我就想告诉你，如果在你心里我是杀人犯的话，或者换句话说，如果吴征那一家5口是我杀的，那天在水房，我手里也不差多你这一条命。宏宇，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不跟那些人鬼混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行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呢，只跟着你鬼混，行了吧？不许骗我啊！我骗你。我在街面上耍这几年呢，虽然都是小打小闹，但也承蒙各位的照顾。这眼瞅又是1年了，我琢磨，我这岁数越来越大，也该收收心了。我打算以后本本分分过日子。从今儿起，12点以后，咱北城街面上就没我关宏宇这一号。一个是向各位表示感谢，再一个跟你们道个别。先干为敬，啊！坐着。关子，要不是认识你这么多年，哥哥我还以为你跟我闹着玩呢。咱们不是居委会大帽，思想工作。咱们就抛一边，兄弟，给个痛快话，有商量吗？我也不瞒你，这钱不是你的就是我的。你要是把它收了，舒舒服服的入行；我要是把它收了，就得按规矩纳投名状啊。你好好想想，不要让哥哥太难做。
难做人呢，还是难做狗啊？干他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喂，他妈的，这小子他妈翻脸跑了！喂，方宇，这都快12点了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在哪儿呢？丫的，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。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跟一帮人，我有可能杀了人。什么？杀人？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得赶紧打电话问我哥。哎，哥，你听我说，赶紧跑吧！啊？什么？出人命了！现场有证据显示，很可能是你干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天亮之前协查通告就该公布。你要么投案自首，要不就把事情说清楚，要么就赶紧跑。你说什么？真是天不绝我呀！既然这样，咱们再推一把，让他们整个长风支队都瘫痪。这样，你听我说。你被通缉是因为杀害了吴征一家5口。你知道吴征是谁吗？说心里话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成了杀害一家5口的通缉犯呢。你们哥俩信息不对称的地方还不止一处。吴征是我们的人，他是市局的卧底。他们一家遇害的那天早上，我们还通过电话，他跟我说有一个不得了的发现：长风支队被犯罪集团渗透了，而且延伸到了级别很高的程度了。吴征既然是市局的人，为什么会跟你通电话？越来越像你哥了。问得好，因为我是他的牧羊犬。就像赵新成之于林佳音，出于行动保密的需要，市局经常会从各分院局抽调人手，参加行动外围的保密工作，或者是联络工作。因为这行经常会开玩笑说，卧底是披着狼皮的羊，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牧羊犬。我的羊死了，而且死了一窝。从现场证据上看，杀他的人就是你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。重新考虑？你想怎么样？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
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多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多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坠跌，不懂我伤悲，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